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就像在湍急河流中航行的船只，压力如同汹涌的波涛，不断冲击着我们。今天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如同灯塔般的书籍《压力管理》。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应对压力的智慧之门。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性的书籍，更是一本实践指南，蕴含着改变我们生活的巨大能量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在压力下喘不过气时，这本书能像一位智者，在我们耳边轻声细语，告诉我们如何化解压力，重获内心的平静。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它能让我们在面对工作、家庭、社会等各种压力源时，不再手足无措，而是能够从容应对。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，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们的生活中，有没有那么一刻，感觉自己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？著名作家 J.K. 罗琳在未成名之前，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。她是一个单亲妈妈，贫困潦倒，抑郁症缠身，生活的压力几乎将她逼到了绝境。但她没有放弃，在压力中寻找灵感，最终创作出了风靡全球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压力并非不可战胜，它也可以成为我们创造奇迹的动力源泉。而《压力管理》这本书将为我们揭示其中的奥秘，一认识压力，压力的本质与来源。压力管理首先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压力。压力其实是我们身体和心理对内外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，它就像一个警报器，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，或者我们内心有新的需求和挑战时，它就会响起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压力源于我们大脑中的战斗或逃跑机制。当我们遇到威胁时，大脑会迅速做出反应，释放肾上腺素等激素，让我们做好应对的准备。这种机制在远古时期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。比如，当遇到野兽时，它可以让我们迅速逃跑或战斗。但在现代社会，这种机制却常常被过度触发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当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项目截止日期，或者在生活中遭遇突发状况如交通事故、经济困难等，压力就会如潮水般涌来。书中提到，压力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它就像空气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我们不能逃避压力，但我们可以学会识别它的来源。压力的来源多种多样，主要包括外部压力源和内部压力源。外部压力源有工作压力，如工作负荷过重、职场竞争激烈；生活压力，像家庭矛盾、经济问题；社会压力，例如社会期望、人际关系等。而内部压力源则来自于我们自身，比如自我期望过高、完美主义倾向、对未知的恐惧等。压力对身心的影响，深入剖析压力的危害。了解压力的影响，是我们进行压力管理的重要前提。压力对身心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。从身体方面来说，短期压力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、肌肉紧张等。例如，当我们在公众场合演讲时，很多人会感到手心出汗、心跳如鼓。而长期压力则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严重的损害，它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，使我们更容易生病。就像书中所说，压力是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。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被过度使用的机器，各个部件都会出现问题，比如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胃溃疡等。在心理层面，压力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认知功能。持续的压力会让我们变得焦虑、抑郁、易怒，我们可能会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失去兴趣，注意力难以集中，记忆力下降，就像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漩涡，挣扎却找不到出口。而且，压力还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被压力笼罩时，我们可能会对身边的人发脾气，或者因为情绪低落而疏远他人。压力管理习惯1：改变心态，拥抱积极思维。在认识到压力的本质和危害后，压力管理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效的压力管理习惯。第一个重要的习惯就是改变心态，拥抱积极思维。我们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压力。当我们面对压力时，如果总是以一种消极的心态去看待，比如我不行，这太难了，我会被压垮的，那么压力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书中强调，积极思维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。它要求我们在面对压力时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例如，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时，不要只想着我做不到，而是思考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，有哪些资源我可以利用。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为了培养积极思维，我们可以每天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。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告诉自己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我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。当遇到困难时，
提醒自己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，同时我们还可以记录每天发生的积极事件，无论大小，这有助于我们培养感恩的心态，从而增强积极思维。4. 压力管理习惯2：合理规划时间，掌控生活节奏。合理规划时间是压力管理的另一个关键习惯。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，而压力往往来自于对时间的不当管理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被各种任务和琐事所淹没，感觉时间永远不够用。压力管理告诉我们，时间管理的核心在于优先级排序。我们需要明确哪些任务是最重要的，哪些是可以暂缓的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4象限法则，将任务分为重要且紧急、重要但不紧急、紧急但不重要、不紧急也不重要4类。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上，因为这些任务往往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学会设定现实可行的目标。如果目标设定的过高，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，那么我们就会陷入焦虑和压力的漩涡。例如，在制定工作计划时，不要试图一下子完成所有任务，而是将大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，并为每个小任务设定合理的时间期限。同时，要学会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干扰和任务，专注于自己的目标。5. 压力管理习惯3：运动与冥想，释放压力，重塑身心。运动和冥想是缓解压力的强大武器。运动对于压力的缓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当我们运动时，身体会释放出内啡肽，这是一种快乐激素，它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放松。就像书中所说，运动是天然的抗压药，无论是跑步、游泳、瑜伽还是其他形式的运动，都能有效地降低压力水平。冥想则是一种通过专注和放松来平静内心的方法。在冥想过程中，我们专注于呼吸或者一个特定的物体，让思绪平静下来。冥想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焦虑，提高注意力和情绪稳定性。研究表明，定期冥想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，增强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的功能。6. 压力管理习惯4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获取情感支持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应对压力的重要支撑。在生活中，当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时，我们就像有了一个安全网。当我们面临压力时，来自朋友、家人、同事的支持可以给我们力量和勇气。压力管理指出强调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。我们需要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、理解我们的人建立联系。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需要学会倾听和表达。当朋友向我们倾诉时，我们要用心去倾听，给予他们理解和支持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不要把压力都憋在心里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。7. 压力管理习惯5：培养兴趣爱好，丰富精神世界。兴趣爱好是我们在压力重重的世界中的一片绿洲。当我们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中时，我们可以暂时忘却压力，进入一种心流状态。压力管理指出，兴趣爱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。无论是绘画、音乐、阅读还是其他爱好，都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。例如，著名画家梵高在生活的困境和压力下，通过绘画找到了表达自我的途径。他的画作不仅是他心灵的寄托，也是他对抗压力的方式。通过培养兴趣爱好，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，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实。压力管理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压力管理方法，它教会我们从心态、时间管理、运动冥想、人际关系和兴趣爱好等多个方面来应对压力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现在，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，去阅读压力管理，并将这些宝贵的习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不再被压力所奴役，而是成为掌控压力的主人。记住，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我们有办法让它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。就像书中所说，当我们学会管理压力时，我们就学会了掌控生活。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开启一段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旅程。相信自己，你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